启节秉呼天，人从侠道之中进，李师求诸也。路断关河望竹林。2007年10月4日晚，曾经叱咤风云的天下第一大帮竹联帮前帮主陈其礼在香港病逝，结束了波诡云谲的一生，终年64岁。遗体由竹联帮大佬程大川、胡敦、胡直中、黄云龙、吴公、胡台富、刘振南、何根成等人从香港宝福纪念馆护灵到机场，包机返回台湾。11月8日，陈其礼的葬礼在台北市举行，灵堂内摆放着3000盆兰花、800藤桂竹，隐喻着死者生前与竹联帮的深厚渊源。前往参加这场江湖上称为世纪葬礼的政府要员、竹联帮众及全省各帮派角头、演艺明星、社会各界人士，约万人排队致哀。到场人员穿着整齐的黑西装，戴着黑墨镜，电子闪光灯频闪。美联社的记者前来采访，宛如电影中的经典场面。另外，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驻吉会、道川会等组织也都派代表跨海前往灵堂致意。很多台湾有头有脸的高层人物，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台立法院长王金平、新党主席郁慕明、立委刘文雄、蔡豪、周守训、林文郎、罗志明、台北市议员李欣、陈玉梅等，高调在葬礼上登场公开致哀。柯建铭称，他和陈其礼本来就是多年的老友，他名列治丧委员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台北省警方当天几乎精锐尽出，在灵堂四周部署100名便衣，灵堂外围则安排警察荷枪实弹，在各路口站岗盘查，警网几乎将整个会场层层包围，出动的警力之多为历年来黑帮丧礼之最。英语科普。1955年，以孙德培为首的中学生，于当时的台北县竹林路成立由学生组成的校园帮派综合帮，成员多来自军眷家庭的初中生及高中生。1957年，孙德培在纠纷中率帮众杀死一名古亭帮分子而遭逮捕入狱。帮内元老赵宁主导召集成员举行大会，商量后续的发展对策。赵宁在大会上宣布，因帮主孙德培入狱，为了尊重帮主及表示平等，决定不设立帮主一职，由周荣担任总指挥，并将帮会残余势力整合为竹林联盟，后简称为竹联帮。最初的竹联帮以动物名称作为势力区分，最早分别有狮、虎、豹、凤、鸭等5个支派联盟，后续加入的新成员常以动物名称加颜色来取绰号，例如灰鸭柳茂川、白狼张安乐、黄鸟陈志一、青蛇邓国峰、黑鹅彭泽宏等。日后担任竹联帮总堂主的旱鸭子陈其礼，当时就是鸭的成员。1962年，当时台北地区最大的外省帮派四海帮因行事高调，遭到警方的强势打压，面临强制解散的危机。竹联帮趁势崛起，扩大地盘，将活动地区从台北县扩展到整个台北市。组建南强联盟的陈其礼、南海陆帮的张安乐及吴敦等豪强，也在这一时期带领大批人马加入竹联帮，更加扩大了竹联帮的势力和声望。1964年，竹联帮大佬杨站长杨建平崛起，统领竹联帮。杨建平率领帮内成员在台北市各区吞并其他外省眷村帮派势力，并打出天下第一帮的名号。1965年8月，杨建平率领竹联帮众与三环帮发生械斗，被媒体大幅报道竹联帮疯狂杀人，引起台湾当局重视。杨建平与多位竹联帮成员也因此被逮捕入狱。1968年4月，年仅20岁的白狼张安乐组织竹联帮在阳明山召开改组会议，自认为总护法，推举年仅25岁的旱鸭子陈其礼为总堂主。陈其礼也成为竹联帮创帮以来的第一位实质上的帮主。此次改组后，竹联帮再次进化，将帮会扩编成虎、豹、龙、狮、熊、凤、狼、鸟等分支堂口，每堂有堂主、副堂主、护法等职位，同时大量吸收新鲜血液，扩大竹联帮的人员。竹联帮也不再为打架而打架，
开始经营灰黑色产业，如经营地下赌场、收取保护费等，建立了日后黑帮盛行的商业保护模式。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一个工地开工，竹联帮上门收取保护费，对方不给，竹联帮绑架了工地负责人，事后经调停，交30万保护费收场。竹联帮承诺，哪怕工地丢了一块砖，他们都要负责。之后，其他帮派也前往该工地敲诈。竹联帮知道后，火速派人前往工地，将对方当场重伤。从此，该工地无人上门滋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例子成为竹联帮坚守商业道德的案例，被广为宣扬。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竹联帮不少大佬拥有本科学历。陈其礼本科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土木测量系，张安乐本科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后来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取得了运筹学硕士学位。以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社会教育普及程度，这些黑帮人物颇符合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定义。随着竹联帮势力的迅速扩张，1968年7月发生了震惊黑道的香港西餐厅事件。陈其礼率领帮会的萧正、肥婆、吴公、文山等8人，手持50刀及散弹枪，在台北市香港西餐厅附近与当地角头牛埔帮发生械斗混战。陈其礼等以寡敌众击退牛埔帮上百人。在混战中，牛埔帮大哥的手也被砍断。竹联帮以8敌100的械斗事件震惊社会，被视为治安亮起红灯的标志性案件。最后，警方高层出面协调，在南京东路上划定两帮派的楚河汉界，互相保持和平。陈其礼的名号自此与竹联帮画上等号，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瞩目的焦点，也在这意义中奠定了难以撼摇的黑道地位。英语科普。1970年，竹联帮对叛帮的赌博郎中陈仁发出追杀令。陈仁当时已被警方保护，但帮会成员张如红与其他2名同伙公然在西门町警方的保护面前刺杀陈仁。台湾所有媒体均以大篇幅报道此事，认为黑社会在警察面前公然杀人是十足的挑衅行为。震怒之下，警方很快就找到动手杀人的嫌犯，并将幕后主使陈其礼抓捕归案。1971年12月，陈其礼以教唆杀人罪，在绿岛监狱一直待到1976年。砍伤陈仁的张如红当时只有15岁，媒体以乳臭未干张如红挥刀砍下惊天案为大标题，塑造出了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后来，漫画家牛老以他为原型，在《古惑仔》里塑造了陈浩南这个人物。张如红英俊帅气，颜值丝毫不输郑伊健。今天的张如红是位成功的商人，在福建泉州经营鞋业，而当年被他砍伤的陈仁则在提心吊胆中活到了92岁，于2012年去世。陈其礼入狱后，帮内大佬周把子周荣等与年轻一辈的白狼张安乐、青蛇邓国峰等人形成新旧派系对立，内斗不断。1974年7月，竹联帮内部发生长桥餐厅事件的新旧派系攻击事件，导致张安乐被攻击受伤。张安乐对组织派系的恶斗感到失望，于1975年离开台湾，远赴美国发展。在美国，张安乐和朋友经营餐厅生意，进入内华达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就读。在因江南案营救陈其礼后，美国当局以共谋毒品交易罪将张安乐抓入大牢，判刑10年。在被他称为冤狱的岁月中，他攻读了会计、信息管理、心理、社会学等课程。迄今为止，张安乐拥有5个学士学位和2个肄业的硕士学历。1976年出狱后的旱鸭子陈其礼一度纵横商界，并成立多家公司，借着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潮，花费6年时间，将经营消防器材生意的成安消防器材公司做到了行业龙头，转型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1981年，竹联帮成员凭独臂刀红遍全球华人圈的武打明星王宇被四海帮成员刺成重伤，竹联帮派出多名干将贴身保护王宇上法庭指证。当天，一名和四海帮关系甚好的台北飞鹰帮高层在法院走廊恐吓王宇必须和解，结果被竹联帮众人追杀进法院警卫室，刺成重伤。
为了摆平舆论压力和帮派分裂，陈其礼重出江湖，整合竹联帮各派系，成为实质掌权的帮主，并被外界尊称鸭把子。上世纪80年代开始，竹联帮经陈其礼的整顿，组织企业化后，势力迅速扩大，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并成立直属武装部队竹联突击队。帮内陆续设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20多个企业化堂口，设立堂主制，由竹联帮内干部分别领导及发展分堂。由于扩展迅猛，加上帮派分子的武装升级，枪械逐渐代替棍棒、武士刀成为主战兵器。由于帮派之间发生枪击械斗的频率加大，台湾当局也明显加大了对帮派的打击力度。陈其礼等人也感受到这一波风雨欲来的危机，因此便积极结交政府高层以求自保。此时正好台湾情报机构高层也认为，这些帮派领袖多半是军公教家庭出身，忠打爱国，立场鲜明，可以利用他们在外面做一些事情。1984年6、7月间，本来就计划与当局联姻的陈其礼与陈立夫、蒋纬国、汪希龄等人多次聚餐。10月便发生了轰动台湾与美国的江南案，随后台湾省政府发动了全岛扫黑的义清专案，警方在全台各地发动全面扫黑，大举逮捕各帮派首领。陈其礼与吴敦也在第一时间被捕。此次被捕的黑帮分子总数高达4000人，其中竹联帮成员约占1/3，其他帮会大佬也纷纷避之海外发展，竹联帮遭到重创。随着扫黑行动的深入，台湾省政府与美国合作调查发现，竹联帮已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丹佛、西雅图、休斯顿等城市发展了多处分部，并与美国华青帮、福清帮、安良会、协圣堂等华裔黑帮互有合作关系。在香港则有清堂堂主何根成为主，与新义安、14K 等三合会关系密切。日本则有刘焕荣在新宿建立分堂，帮内元老周荣也与山口组建立良好关系。竹联帮在菲律宾建立训练基地，并由帅宇峰指挥安排，与当地军方保持良好关系，走私枪械。此时的竹联帮俨然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黑帮。1988年台湾岛大赦，竹联帮大佬相继出狱。此时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看透政治的竹联帮大佬开始转型进军商界。竹联帮先后由陈其礼成立全安营造公司，张安乐成立韬略集团，冯在正成立俊国企业，李宗奎成立东奎集团等，以暗中围标、绑标工程等方式承揽政府基础建设等公共工程，短短数年便赚取暴利，并运用充裕资金在此拓展势力版图。同时，陈其礼新创设梅、兰、竹、菊分堂及海外侨堂，竹联帮已发展出近40多个正规堂口，帮众可能超过10000人。英语科普。1995年12月，陈其礼钦点某黄绍岑担任帮主，并在自家美华报道杂志社刊登公开。1996年8月之后，陈其礼因治平专案扫黑而避走海外。数月后，黄绍岑同样为了躲避扫黑而离开台湾。台湾岛内再次面临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竹联帮各派系山头林立，时常发生为了利益而内讧的械斗事件。2007年，精神领袖陈其礼逝世后，竹联帮失去了足以平衡各派系势力的核心领袖，让竹联帮帮主权位再度进入紧张的状态。被视为嫡系并掌握实权的帮主黄绍岑，非主流上位的代理帮主赵把子赵尔文，元老派系的荣誉领袖周把子周荣，猴王胡台富、白狼张安乐等皆是备受瞩目的核心人物与领袖。经过多次纷争后，最终帮内各派势力认可了黄绍岑是继承陈其礼之后竹联帮新一代帮主，但黄绍岑的实力却无法掌控规模庞大的竹联帮。2014年9月，竹联帮帮众在台北市东区夜店爆发内讧冲突，在现场处理冲突的台北市警察局刑警薛真国被竹联帮成员残忍杀害，震惊整个台湾社会。
2015年2月，高雄大寮监狱发生台湾史上第一宗罪犯挟持人质企图越狱的事件。竹联帮尊堂高雄分会会长郑立德伙同其他5名罪犯，策划越狱并挟持典狱长陈世志、戒护科长王世昌等人。高雄市警察局紧急调集超过300名武警，包围大寮监狱，防范犯人突围逃狱。郑立德要求白狼张安乐进入监狱与他们见面，放话见到白狼就放人。张安乐听到消息后抵达高雄大寮监狱外，但警方并未同意双方见面。罪犯与警方对峙长达14小时，最后6人在喝完高粱酒之后与典狱长诀别，高喊兄弟一路好走，一起饮弹自尽。2017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度公开点名，并且强烈谴责竹联帮与香港14K 联手走私毒品至菲律宾，是菲律宾毒品的主要供应来源，再度引起国际关注。然而，一切皆有因果。帮主黄绍岑叱咤江湖几十年，呼风唤雨，钱权两得，但其唯一的儿子黄金宝自小被爷爷奶奶抚养，被过分溺爱，性格嚣张跋扈。15岁开枪打伤3人，被美国法院判处了75年监禁，且不能保释。如今黄家奶奶已经耄耋之年，孤身一人与小狗为伴。他表示自己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等着孙子出狱。黄绍岑不止一次对手下痛心地说，今生最愧对的是老母亲。竹联帮前总护法吴敦也是晚景凄凉。吴敦晚年突发心脏病，需要紧急动手术，但因为没来及规划遗产，便将自己名下的全部房产和现金借名登记到儿子吴廷琰名下。手续办完后，吴敦就进行了手术。吴敦手术顺利完成，并要求儿子吴廷琰返还财产时，却遭到吴廷琰拒绝，甚至离开了台湾。吴敦通过媒体公布家丑，抱怨自己的全部身家被亲生儿子卷走，自己现在不得已只能借贷度日。双方最后对簿公堂多年，一直到2022年，吴廷琰才将财产返还吴敦，父子重归于好。1998年4月，张安乐的长子张建和在一场酒后斗殴中，被四海帮成员用刀捅死在台北街头。张安乐当时为了逃避警局通缉，逃离台湾。虽然张建和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但张安乐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甚至无法回台看一眼亲生骨肉遗体的伤痛，恐怕是无论多少江湖地位也无法替换的。